告别了吹着海风的蓝皮解忧号，我们的环岛之旅正式迎来了最终章。从台东版的阜杭豆浆到池上仍坚持手做的豆皮和便当，从七星潭雨中的太平洋到必比登推荐的阿城鹅肉，我们还在最后一刻跳上了台湾最欢乐的火车环岛之星，一路冲回台北。这是我们环岛行程中最紧凑的一天，我们能否在时间赛跑中顺利完成这场完美收官呢？跟着我们继续环岛吧。台东的早晨非常的有氛围。我们现在在中央市场的这条街上，这边有一个叫早点大王的店，然后刚才在地人都告诉我们了，这家店是一个非常老的店，我在网上查到是有一甲子的这个年纪。这个30-40年的老店啊，对，我也是看到的啊，对。哦，他就在这儿烤哈。啊，对。啊，这边有油条。对。那豆浆在哪儿买啊？也在这儿哦，是这样。冰豆浆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咸豆浆。咸豆浆好。好。小七门后那个。是甜的，半糖不甜。哦，好，那要半糖的吧？哦，直接拿，然后上前面结账是吧？是，对。然后那个你要内用外带？内用。啊，那你们先结账，都还有一碗咸姜。咸姜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。然后这边吃还是要带走？在这吃。然后还有一个咸豆浆。这叫黑胡椒葱饼啊。我以为跟咱们那天早上吃的是一样的那种饼状的，然后一层一层的那种。但是没想到它长得像个包子，像新疆那个烤包子。对啊，真烫啊。是吧？特烫啊，刚出锅的。对。但是你能感觉到它烤的很那种焦糊的，里头应该很好吃。哇，外边都是硬壳。咸豆浆里面好像是已经有油条了吧？油条，然后它刚才上来之前淋一圈香油吧，还是？香油。真香啊。真香，捞起来看看啊。这好像跟阜杭的还真是不太一样。黏啊，感觉。对，稠啊。它的那个它的那个固体的那个状态好像没有那么多啊。还有葱花。有点像那种，有点像豆腐脑，给它搅成碎碎的。对。不是很咸。是吗？那放的盐可能比较少点。没有太多的那个豆腐脑的那个口感，就碎碎的。但是感觉味道不是特别浓郁，难道我要再加一点料吗？有可能。辣椒和蒜头酱油，我觉得它可能在豆浆里点的那个，就是让它可能放醋啊还是什么的，让它成为一个就那种絮状的那种。然后呢，会慢慢的变化。刚才还有点稀呢，因为它刚做出来，可能它那儿有一个自制辣椒酱，挺好吃的。我发现台湾自制辣椒酱都特好吃。哇，大肉丸啊，大肉丸巨大，你看有一层葱，看到吗？对。能看到黑胡椒啊，对，胡椒挺多的，黑胡椒特别多，就全是黑胡椒。你看黑色的点儿都是黑胡椒。它不是那种流汤汁那种，它是干的。它里边其实可以灌一点料进去。可以，黑胡椒特别浓，然后就甚至有点辣嗓子。爆蛋啊，冒烟，开始冒烟了，行吗？哇，这皮好酥啊，对吧？那皮又薄又酥，简直像那个就真是烧饼的那个皮。对，咔嚓的。它不是包子皮，不是发面的那种蓬起来的，哇，脆的皮。它不是辣椒的味儿，是胡辣。对。哇，震惊了我都。但是它跟咱上回吃那个台北那胡椒饼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台北胡椒饼是嚼完之后会有一点点流汁儿，它是湿润的。对。这个是干的，发现了吗？是一个干肉丸儿。所以说这个最好配合这种豆浆，这么吃。你能吃出那个肉丝，对，然后好多的胡椒，对，好多胡椒，外边又是脆的，是。咱们该赶车了。对，出发吧。对。这是台湾的早晨的菜市场的状态。不好意思。哇，这葱很好啊。670。水梨很好吃哦，一个20块，11281，再加79。感觉这橘子看着可好吃哈。对啊。
上火车上尝尝。对，这边好多卖橘子的呀。嗯。50，1、2、3、我们现在在台东，然后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坐公交车去火车站，然后正巧这边有一个台湾好行公交车，这个车还挺有意思的，进门就进2层，这是我们应该是第一次坐这种形式的台湾好行。上来在这刷一下卡，然后这就是楼梯，走。嗨，我感觉你后面特别的华贵，你看啊，是蓝色的，然后上面还是紫色的窗帘，还是这种波浪形的。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经常用那种带穗儿的窗帘。这还有一个储物袋。是。感觉这个车可以做 KTV 房用。是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独立的观景位，这个位置特别的好。这个地儿应该是个电视，然后电视这儿有一出风口。是不是因为台东有大海啊，所以它都用这种就跟海洋馆似的这种装饰？台东市区里面有一个房子是这种波浪啊，2个人误闯旅游车，因为它这个车是台湾好行，就是有人坐这个车去旅游，就是客运形式的旅游车。那也就是说你可以跟他1天，就最后再回来。那我就突然想到，咱们下一回可以用这个方式试一试。台湾好行地方呢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台东市区的一些景点。我们转运站这一条呢叫做铁花路，对。老东方，不用冰。不用冰。OK。然后甜度就是微甜。在台东站这个地下通道，全是各种各样的火车。这都是别人的摄影作品。摄影作品各种各样的。你看这个就是昨天那个新老，对吧？2辆车。对，这是老的，这是新的。这就是那个蓝皮解忧嘛，各种这车头还真没见过，这车厢是白色的。白色的，我们现在要从台东到池上，这个池上是一个大家都知道，这有池上米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吃米饭。小雨刚刚收获了一个小包，是原住民的设计。对，我们在台东车站的外面，然后他会摆那种小摊儿，然后这是他就是手工做的小包包。对，觉得手工的还是有点意思的，就是比那种工厂的要好一些。对，他说他自己刺绣上去。对，刚才我听说这有6族的原住民，其中阿美族是最多的，对，60%都是。然后刚才卖这个产品的人，他也是一个，他叫什么布农族，对。然后他说他以前是给衣服上绣东西的，对，就是原住民服饰，对，民族服饰。是。然后呢，他自己就做了一个这个小小的产品。台中的朋友给带的零食，叫什么？今日蜜麻花，甜的。我觉得在台湾好像就是咱们坐车也就半个小时车，但是半个小时车，嘴里没有东西就感觉很可惜。是。离开了台东，火车驶入了花东纵谷线的南段，眼前的画面很快就从城市过渡到了田野。我们在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狭长平坦的谷地中穿行，边吃着水果，边欣赏着台湾最肥沃的稻田景色。没过多久，火车就抵达了池上站。拜拜了，自强号。我们到池上了，池上一下来就感觉第一就是海风，明显的海风，然后还有旁边绿油油的田野。今天风还挺大的，突然温度就降下来了。是，池上的这个风光真是太好了，黄黄的田野。是，然后远处那个山有云有雾。一会儿我们就可以骑自行车。骑自行车。哎，我让你猜这个是年纪小的人画的还是年纪大的人画的？我觉得是老人嘛。是吧？是，我刚才还以为12岁，是72岁。72岁。对。展览啊。对，你看84岁的。还真是，画得很艳丽啊，感觉。对啊。哎，你看这不是小火车吗？咱们坐那科罗拉多那个，真像啊。是。这张很有装饰画的感觉。老年人还能保持这么有童心，是吧？你看84岁。
哎，这些画都真不错哈。哎，你看这猫个，这个画是他用那种手作纸画的，是，然后上面还贴了这种材质，有艺术感啊。对，让你感觉好像猫是身上有毛毛的，是真不错。不是画的，是贴出来的。这就是池上站啊。哦，是。这挺壮观啊，感觉啊。木头的。一个弧形的木质的，像那种鱼骨一样。是。池上欢迎你。哦，那这带锁吗？我们这里不用锁。不用锁哈。OK， 好的。你看看台湾多安全。不用锁。不用锁。嗯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又碰到观众朋友了，准备启程。对，我们先去找那个豆腐店。豆腐店哈。对，因为据说这个豆腐店一到了中午之后可能就卖光了。行，那咱们导航吧。池上被称为台湾的米乡，绿油油的田野是这里的象征。整个池上其实并不大，租一辆电辅自行车是最适合的游览方式。我们的第一站是大池豆皮店，这是一家在池上经营超过50年的老店，在工业化量产的今天，仍然沿用着前店后厂的手工作坊形式。工厂内部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，常年保持在40度左右的高温。它是池上唯一一家坚持用传统古法制作豆皮的工厂，这种职人精神是我们想来探访的原因。OK 了，我们来到了我们池上的第一站，大池豆皮店。这车太搞笑了吧！你感觉像一个动画片里的东西飘过去了。感觉好像就非常好点哈。豆皮哈。还有豆花、豆浆。泡菜，还有泡菜。它这个你看这个桌椅都是这种小桌椅，就跟小孩儿坐的似的，小矮桌子。就这种前店后厂的感觉，其实特别好。你让这个在这吃饭的人来，心里特踏实啊。对，它叫豆包。豆包这叫。对。这是泡菜哈。豆花，感觉很鲜的样子。竟然这豆花有点微甜。哎，是不是它那个汁儿里有点甜啊？然后豆腐是那种生生的那种。豆腐脑的原始状态就是啊，看这个，它这一份是4张，那个豆腐，它出餐的时候会在那儿挤辣椒。哎，这酱也是很香哈，酱的，这是第一次，叫豆包是吧？它是外边酥的，里边是嫩的。对，外酥里嫩，里边是嫩豆腐。感觉像是它是豆皮叠在一起，对，就包在一起。撒这个酱还是很有必要的哈。对，不然它没有那么味道。是，拿起来。对，那这时候再吃口泡菜。你看，又是泡菜。对，我觉得泡菜必点。泡菜必点啊。那豆皮还挺香的。我们来了以后，在我们面前排了好多人，人开始变多了。对。品尝完鲜香的豆皮，我们继续启程。11月的池上刚好是稻谷成熟的季节，两旁连成片的金黄色，每一株稻穗都沉甸甸的。我们在池上享受着没有工业痕迹的惬意时刻。现在正是丰收的季节，感觉这个麦子好像是有活性一样，都在这么很柔软，对，像在招手一样，是摇来摇去的，是。然后远处的山层次特别的好，而且今天呢一点都不热，特别的凉爽。它一风一吹，就是呜的那种感觉。这不扎手吧？不扎手，还真是，这像茴香。它像里有一种那种动漫人物，一走路的时候那个毛都是软绵绵的，而且水很多，而且很有意思的是，这个水就好像投米的水一样，是稍微有点发白色的那种粉状。对。然后这个水在水渠左右两边往里灌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天柱香柚果园的地方，这边有一个木头做的啊，一个大叔在这儿，还戴着一草帽，
而且他还抱着一只小熊呢。啊，是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水渠，最有意思的是这边有好多小景儿，你看这个雨鞋，雨鞋里边竟然长出了植物。池上真是很美哈。嗯，对啊，看这边的风景，哇哦，又很漂亮，是然后又有好吃的，是脑海里想象中那个乡村，是，有风景，然后很平静的那个感觉。对，真的很平静，而且是微风徐徐哈。对，池上让我很意外，没想到这么安逸啊，这么一个地方。对，其实他们说这边就是觉得灾害比较多一点，但是就是确实环境很好。对，就是比如说台风啊什么的。啊，对。池上位于花东纵谷之间，是由新屋吕溪冲击而成的扇状平原，滋养着这片最适宜水稻生长的沃土。两侧巍峨的高山筑起屏障，挡去了台风的侵扰，而巨大的日夜温差则锁住了稻米的香甜，成就了这座台湾米仓。骑行在蜿蜒的田间小径，仿佛能听见稻浪的呼吸声，那是一种人与土地万物共生的奇妙感受。看这棵树，这是经过麦田的一棵大树，觉得这个树还挺好看的。从远处看，像一个心形的树似的。慢慢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山里的雨正在从右边往左走。买了一根煮玉米，就在这边路边的小店现煮玉米。真是有点咸，但是很好吃。你看看，其实就是加盐了。刚刚从池上的稻田回来，看完池上米的产地、种植的样子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吃最正宗的池上饭包。这是一个老店，应该是在火车站门，就在火车站门前这个店。然后你看它的包装啊，特别的独特，是不是很古早？其实它里面就是那个木片的那种盒，对，它都给包起来了。对，然后饭包嘛，就给它包起来，外面有一张纸。现在我摸的呢很热，然后呢这个店呢它是100元一盒，而且呢是没有别的味道，只有一种味道，就只有猪肉的。是，然后可以自己打一些肉汤啊，拿一些小菜。我们呢还买了2杯丁哥，是台东特别有名的哈，丁哥茶饮，很有仪式感啊。哦，它这个是浮在上面浮着的啊。这是一种炸的猪肉，还有一个是这种削的片儿的猪肉。你看肉还挺多，感觉啊，全是肉。浇点汁儿吗？汁儿浇了。才能出去做一次嘛。我女儿这个柜台接过来。哦，刚才我们吃的这家店好像家庭不太和睦，一直在吵架。一直在吵架。然后，他跟我们说话，其实我也不是特别能听得懂。是。那老太太还拉着小雨聊了半天，聊的什么？我不想说出来。不过我录下来了。我受到了精神。花莲快到了，花莲呢邊到8點開到咧。因為我們是4點的火車，來得及，對，來得及，先坐一下啊。今天我們在花蓮趕上雨了，就是。对，但是还好，我们也去看看下雨的七星潭什么样。今天赶上了下雨。是，然后今天是我们坐小巴走，坐小巴，然后就比公交车要快一点，而且还可以约司机再接回来啊。对，它跟台湾好行不一样。不一样哈。台湾好行刚才走了。走了啊！我看到了我们的大同电锅。
哇，这个大大阪这个很大哎。啊，这个人不就是刚才跟我们说话的人吗？他那个他们要先检自己验自己有没有喝酒。是吗？对对对，他们那个很标准的。哇，你看，在你们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在。哦，先测有没有酒驾。有没有酒驾？几分钟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事。雨伞呢？不用没有，我们就这个防水衣就可以了。要我借一把雨伞好不好？你们2个万一下比较大的雨，没有不怕你淋湿，我怕你的那个相机淋湿。相机没问题，我们相机经常在下雨的时候拍摄。好的，谢谢。咱们还是第一次坐这个市民小巴啊，市民小巴。里面还有307块，好的，然后这边扣你50块，好的，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没有这个都要跟客人讲一下，以后才不会有争议呀。是，哎呦，真是太规矩了啊！254哈，然后这边扣你50块，好的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出发了哈。好的，哎，谢谢哈。因为我们这边的车只要错过一班就是1个小时。啊，对啊，对。哦，你错过一班就是1个小时，你就变成是。相当于您这个车是弥补了这个台湾好行中间的这个空档。2点见，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你看这个市民小巴，对啊，很好的一个小车啊。对，我们到七星潭了。我觉得从话筒里应该能听得出这个风有多大。应该能。天哪，好大雨啊！这个雨像冰雹一样。是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特别像是那种无人岛，特别有那种荒蛮的感觉。我觉得台湾非常的神奇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不远处就有热闹的夜市、热腾腾的美食，然后在这边就有这么蓝的大海，这么野的这种中央山脉。只需要你坐车坐20分钟就可以从车站到这里。20分钟，对。但然而现在我们心里并没有一点的慌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知道马上我们就能回去继续吃米其林必比登餐厅。花莲的七星潭是台湾东海岸最具代表性的太平洋风光。虽然名字里有潭字，但其实是一个开阔的新月形海湾。在黑潮与断层海沟的共同作用下，所以海水的颜色异常的丰富，从岸边的透明到浅蓝和湖蓝，再到深邃的太平洋蓝，层层递进。天气晴朗时，海天一线的广阔感非常震撼，而雨中的七星潭给我们一种美丽和危险并存的神秘气息。竟拍了，视频记录下了所有的一切。看看你的收集的石头，看看，白白的啊，好白好透啊，真白。这地上全都是鹅卵石，跟鸽子蛋似的。对呀。欢迎你们来花莲啊！好，谢谢您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呦，简直了，太好了！非常极限的一天，我们从七星潭冒雨拍摄回来以后，立即师傅送我们到了这个阿成鹅肉，说这是一个米其林必比登的一个推荐的餐厅啊。刚才那师傅已经确认了，说这也是当地很有名的。对，而且呢，马上就要关门了，我们赶到最后一刻，2点半。对，尝尝它这鹅肉怎么样？对，现在2点20了。是，然后吃完这饭，立即我们就要打一个车回到车站，然后去坐我们的这个环岛之星的火车，回到台北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站。好吧，极限。对的，极限。麻辣血、油饭，然后这是什么？鸭后段。对，1/4只吧。哦，那你可以用这个就饭了。对啊，感觉哇，好浓的熏的味道啊！哇，啊。太香了，而且你看，它这还带着那个筋皮，非常筋道。我一直以为吃鹅肉会腻，但是一点没有。
但是就是有烟熏的味道。烟熏的味道，而且小脆骨。嚼起来有油香，是吧？特别油香。所以说，你看我点的这叫鸭油鹅油饭，酱拌鹅肠。酱拌鹅肠。说刚才说这个口味比较重。对，然后它里面是有叫什么豆芽。豆芽菜。然后上面是有鹅肠，然后还有一点辣椒、香菜。好吃，是吧？这真好吃。惊了。就是那种有点那种酱油那种酱油膏吗？还有蚝油的味道。蚝油。然后这个鹅肠是脆的。你看片很大。鹅肠是脆的。然后配上这个豆芽和香菜，它有一股香味儿。主要它重口味是酱。那个咸味儿是，但是并不是辣。你看看我这鹅油饭啊。这肠确实口味挺重的。酱特厚。因为台湾好多味道它比较符合原汁原味儿。对然后还加一点点糖，一点点甜。这可不是啊，这咸的。对。然后鹅肠特脆。不是。我立即来一口这个啊。叫什么呢？鸭血，辣鸭血。辣鸭血。没有那么辣，会感觉味道也是比较重，然后比较有一点点麻辣，一点点啊，然后鲜鲜的汤。这还是比较排味儿，它不能按咱们想的那种什么麻辣烫啊，四川麻辣烫那种，就很辣那种，油很大，没有，你看非常清爽。我还打了它旁边附的这个酱油，辣椒酱油，然后还有这种它的辣椒酱，也是不太一样。特别好吃。是吧？它给的这料比较甜，就是比较温和。然后你自己配有点咸味儿。对，因为它那块儿放着有一个烟熏酱，还有一个白蘸料。其实是它特别的口味。对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比如说蘸这个酱油的料。这就更香了一点，就感觉让这个鹅肉更香了。对。两种辣椒酱是，这个是油辣椒，这个是那种就是红辣椒吧，这种酱的。我很喜欢这种酱的辣椒，这种红辣椒。我吃到里面有茄子了。这个辣椒酱有点像我们经常会做那种叫皮蛋辣椒，雷茄子。然后它这个红辣椒里面有茄子，然后特别酱的，你蘸起来就会感觉那个酱裹在这个鹅肉上。什么味儿？就是那种清爽的笋汤。我觉得可能是有那种猪肉吧，我估计他会用什么骨头。因为如果单纯是笋的话，可能没有。我觉得它肯定有这种肚啊、鸭油啊什么的。有可能。对。因为我看到后面就有卖黄金鹅油，因为那个鹅油就相当于猪肉拌饭那种都很好吃的油。该撤了啊！吃到我眼神呆滞。是，人也要关门了，到2点多就关门了，给看就一个。我们现在去火车站应该还有半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点杯咖啡，稍微的淡定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急需的就是稍微的淡定一下。其实我们这个环岛这个安排的还是挺紧的，时间叠着时间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有的时候就是下车，可能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就像今天一样，几个小时，然后还要尝美食，还要看风景。走了，结账。然后你的东西，你得有台湾的手机号。其实也不用，只要可以扫这个码。扫这就行，是吧？因为花莲不好在这边拦车。是。不像在台北，在外县市可以。对。等一下下雨天不好。好的。我再帮你收取。现在这是花莲火车站的状况，好多人啊！花莲这里，花莲车站是我们这次环台湾岛见过的最热闹的车站了。看来对，看来这边还是旅游哈，旅游来的人比较多。
你看，所有人都在等。我们之前去的那些小站啊，都没人。对呀，这边很多。我们这个环岛之星要坐哪个站台？其实我是去服务台问的，就是他的那个系统上根本没有告诉你是哪辆车去哪个站台坐。不过我刚看到这块有一个明日号哎。啊，明日号啊，是，他写的是观光角。对啊，16:49。对，为什么是观光？北回返台北，你看。北回返台北观光，对，16:49准点。然后它车次是1号啊，但是为什么叫观光呀？难道我们的车都不值得拥有姓名吗？下回我要坐那明日号。你好，这个现在还能进了吗？这是那个环岛之星的车的啊，对，公车什么的，它有车票吗？没有，它就是电子的，然后咱们就进来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对，它就是人工选票。哇，你看这边的灯，哇，一条一条的很漂亮。对，花莲车站设计还是挺漂亮的。这站设计的不错。很柔哈。据说我们的车很可爱啊。那粉嫩粉嫩的，全是卡通，好像是。这就是明日号。你看这车里头就是那种跟餐厅似的哈。对。这是一个奢华，也是环岛吗？好像不是环岛，它是从哪儿到哪儿的。走了。据说吃的东西很不错，是吧？那里面都是沙发的。但就是贵哈。对。哇，到了，你看。可爱的小车，是真可爱啊！环岛之星，我们的卡通车到了。环岛之星，我们来了。虽然说我们坐的是半岛吧，半岛之星。看看有没有放行李的地方。行，应该是在后面有。这个座椅其实就是那种沙发的普通座椅，但是这个靠枕呢是很可爱的漫画。但是我感觉这个座椅好像跟咱们这一路坐的车的座椅不太一样，好像更厚更宽，然后脚前面会多出这么多呢。对，就是它位置更大一些。你看，你看我都可以锻炼了。它就是让你特别舒服，然后这还能往后仰，你看。对，而且前面还有脚踏。是，然后这边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对，脚踏是这样。这个脚踏有点窄。然后这儿小桌板。一会儿可以吃东西用。对，这是一样。对。然后它这个行李箱，行李这块是透明的。对。上面这块全是通风口，一排密密麻麻的通风口。然后主要就是它的涂装，特别的可爱。没想到全是老年人，就是老年人占80%，我觉得也有年轻的啊。其实所有的设施跟普通的车都差不多，对，除了座椅，然后它主要就是涂装，还有一个上面的服务。对，我听说还有卡拉 OK 车。是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像有活动车。竹筒饭吗？竹筒饭是吗？还真是，这也太有特点了吧！桌板可以打开来喽。好，桌板打开。谢谢。我天哪！这是餐盒。然后竹筒饭是吗？对。也太有特点了。上车就给发2个这个竹筒。对。这还不是日料啊？对，就是那种小餐点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里面是饭。真的是竹筒饭哎。对。挺棒啊。对，哇，一整个竹筒饭还挺棒的。对，拿这个竹筒饭作为这个火车餐还挺合适的。也挺有意思的啊。很好拿呀。是。很方便吃。是。有菜啊。里边有虾，有虾，有虾干，有海鲜，咸咸的，好像飞机呀。
另外一位呢？有啤酒是吗？有啊。那我要一个啤酒吧。好，那啤酒都是提供杯装的，有需要都可以再续哦。好的，完好。哦，是杯子装。台湾啤酒哎。谢谢。还可以再续杯。哎，挺好啊，凉的，特凉。好棒啊！台湾啤酒啊。对，而且这个台湾的火车上提供这个酒精饮料，如果在美国的话，酒精饮料一定要单收费。一定要单收费啊！行，厉害啊！厉害啊！给台湾啤酒，赞的。赞。非常可爱的粉色餐具，让我来尝一口。这是什么肉？猪肉好像是。猪肉炒芹菜，哎呦。有好多种菜。对，然后它里面有这种豆腐。这是豆腐吗？这豆腐好黄啊。有点甜。这还有土豆。我感觉它的餐吧都很符合小孩对餐的想象，对，就是做的颜色特别艳丽，对，然后比较健康，然后比较简单，我看这个放美乃滋什么的，这什么东西？我完全尝不出这是什么东西，但我觉得这所有的这些食品啊。都有点素食素食。对。你说素食就是速度的速。速度的速。对，就感觉普普通通吧，很普通。我也感觉是好像形式感比较强。对，就是看起来很好看。你看后边。哇！进入这个。这是花莲的山啊，经过了里面了，都没看外面。其实外面进入最壮观的景色了哈。对。中央山脉嘛。今天山上全都是雾。是。非常漂亮。对。但是我们现在走的，因为从花莲往台北走嘛，这个时间其实已经4点多，快5点了，就已经落日了。对。而且今天还阴天，下雨。对，所以天就有点黑。这种感觉挺好的。就是我们在这个可爱的车里，然后外面还是那个险峻的中央山脉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如果大家想环岛的话，其实可以完全做环岛之行，就是从台北东面环，也可以从西面环你2个方向都行。然后它车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，然后就是它不同的车活动是不一样的。咱们赶快吃，还有别的车厢咱们看看。行。又是这样的水果。谢谢。小心啊，特别晃啊！这车真的跟 Amtrak 一样晃。对。这块有点危险了要跨。使劲跨过去。这是一个垃圾桶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车虽然就是包装的特别好啊，就是特别可爱，但是你从很多地方能看到，它是一辆老车。对，是老车啊。比如说，你看像这种按钮的地方，这种按钮的设置，我刚刚看到有个电箱的地方，特别能看得出来。咱们先走走看。行。你看像这个插头这个地方，是就能看得出来。这里竟然还有充电的位置。哎，这是一个好像是工作人员的座位哈。对，应该是。咱上那个娱乐车看看。对，看看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对。这边是玩的车。餐车，然后吧台车厢、卡拉 OK 车厢、活动车厢。这边有寻宝图，那这10个图案都在第1节车厢，找到拍下来。地上、桌上、墙壁上都有，然后都拍到10个的话，那就可以来换小礼物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它可以盖章哎。对，这边也有纪念章可以盖。可以盖纪念章啊，那你一会儿可以去取。对。然后隔壁可以唱歌。好。这还哇，这个车厢好特别。哇，这个车厢好冷啊。好冷。这就是它的 KTV 的车厢。KTV 车厢。哎，一到这儿感觉安静了。对啊。但是还是很吵。对，就是感觉外面的声音好像小了一点点。这里面你看可以点歌。对。
国语歌曲，然后呢前面老式点歌，对对，很老啊。啊。然后这个机器它是可以点歌机啊，点歌机。这太逗了。啊。哎，有了。有，哎，有我的声音，大家好，欢迎乘坐我们的车厢。是。哇，这跟我想的真是不太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以为很安静的，没想到 KTV 这个车厢特别的吵，还是。对，就是这个现在还火车好像是没有什么办法呀。是。而且这个火车真的很晃。是，真的非常晃。哇，这个门还挺。这是蹲坑啊！蹲坑！我天哪，这么晃！这容易掉进去。这太容易掉进去。哦，这是男士厕所。这是男士厕所啊。但是这也太搞笑了吧！这个男士厕所上面有一个小窗户。啊，真是可以看见里头。能看到里面。是。哇！哎，1号车厢是可以进来玩的。啊，他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话，你就在这里边找这些图案。寻宝哈。对，寻宝车厢。拍贴机啊，这是干嘛的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是不是拍照啊？咱俩可以拍照，然后印出来，是吧？这还有一个补光灯呢。啊，就是在日本不常有吗？对，这可以画彩绘呀。啊，画彩绘。对，因为它每个车都有不同的这种活动，然后时间不同，车厢不同，活动都不一样。好了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往上凹，往上凹会粘住哈。哦，好。当微敷或摆平就好。好，那我就这样保持住。谢谢。亮晶晶的。还可以。它能怕水洗吗？它好像是会剥落。剥落啊，剥落。然后它需要时间干的。然后呢，它会变色。对，好像是能坚持3天吧，还是7天。乘着环岛之星蒙旅号，我们在黑夜里返回了台北，结束了这趟为时1周的火车环台湾之旅。这是我们环岛的最后一站啊！对，那我们的环岛之行就结束了。对，环岛之行结束，拜拜啦，拜拜。最后一个张罗。哎呦！我现在在台湾这边唱中华电子歌，哎，站这会拍一张。现在像个墨斗鱼一样。看看，大白在那儿摆相机，后面有4只小狗走过来了。专门的公车到车城，也有专门的公车到水里到机场。哎。竟然花了1分钟修了一相机，我相机的镜子拧不下来了。这边特别热情的帮我拿工具，然后咔拧下来了。